咱俩干的是死罪啊，是不是死罪？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部不是黑社会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。是死罪。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，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。所以从那一天，我就决定了。我听老师的话，老师说让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；老师让我搞什么，我就搞什么；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，我不害怕的。真这么觉得呀？对呀，哥，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，你能留下来吗？来人啊！有人偷煤！别打了！我错了，让你错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哪人？家在哪儿？我没家。为什么没家？我爸死了，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送派出所去吧，打电话。没听见吗？老师，我们留下他吧。留下他？他是小偷，你留他吗？老师，我管着他，我保证，他以后再也不偷煤了。领他去洗洗。哥记在心里了。你啥意思？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？你是这意思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当时去的是他们的轿车车间，轿车间连着升降梯。当时我把他们的刹车片的螺丝拧下来以后，刹车油滋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，扭了我一身。后来越流越多，越流越多，我不敢多待，我想着赶紧跑啊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完了以后，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，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。
升降梯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。小张，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？事故得成啥样？这回得死多少人？我问你话呢，这回得死多少人呢？来一口。人各有命的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能这么干，不能这么干，不能这么干。现在彻底回不去了。回哪去？老实了。哥，我压根就没想回去，这就是我这么做的目的。你想想，发配镇停了，江源是不是拿不到矿山了？矿山不就是咱们的吗？可是啊，应该让蔡老这事是咱俩干的，咱俩到时候怎么去跟他解释？解释啥呀？老沈肯定知道啊，跟他明说呗，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。指导小组被迫解散，包括现在矿难，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，不存在保护伞吗？来，接着写。关于此次矿难，关于我孩子，咋跑这儿来了？那我说是，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，说关于孩子上学，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，说你洪亮，你当爹你不着急呀？洪亮，你这身衣服脱了吗？没有。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。身体不允许。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，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，盗汗你什么意思呀？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？啊，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，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，天涯海角随叫随到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啊？现在不承认了，不想承认了，还是不敢承认呢？洪亮，死人了，啊！东平死人了，万川矿业。我万川我去不了。你为什么去不了？万川矿业谁控制呢？万海对吧？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，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，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，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。万海铁案，你等等，铁案，洪亮，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，万海案是铁案是吧？行，洪亮，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，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。你怂，你是真怂，我瞧不起你。我还是得谢谢你啊！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，你行，我谢谢你。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，有些话
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，好。那天当着面检查李检的电话，并且对我都那样了，我觉得有点过。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。不是，我关起门来，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。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，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，单独。我跟您道歉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听我说，说我们仨，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市院的那天开始，前面是您带的，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。哎，不，长大谈不上，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。所以，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，我的好哥们儿、好战友、好兄弟。走了，要送一程，最后一面还没见着，人就给烧了，还是被错烧，所以我当时崩溃了，我逮谁就冲谁来了，我要找一个发泄口，我要宣泄出来，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。不说了，洪亮，有你这番话，咱俩就算翻篇了。我还一句废话啊，你说。我真不是不尊重你，我更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。12号，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？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，而且我也是知道的。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，这个规矩我懂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当时谢主任还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，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。就这些。那几天啊，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些了。毕竟就59秒。56秒。对。我给任俊打个电话，完了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，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，然后就出这事儿了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处理好。我不得不想，我这肯定纳闷啊。您那时候说，刚才说比我早7、8分钟到的，那7、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。完了，你又骑电动车，还得打电话，你这电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呀，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，嘿，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，我买了碗豆腐脑，买了2个水煎包，我吃的舒舒服服的，踏踏实实的，打了那个电话。怎么样？你说行吗？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呢？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的事儿，我是跟程子健说，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次尸检，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。万海在里边关着呢，万海以前能主刀啊？嗨，老乔做2次尸检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万海不配合，跟我有关系。兰书记再三叮嘱我说，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。这不是前不久吗？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？万海态度那个差呀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
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，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。洪亮，你看行不行啊？你说行就行。哎呀，我呢，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。但是，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，纪律我懂，底线我还能守得住。跑风漏气儿的事儿，我不会做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行。有事儿随时找我。谢主任。那今天先到这儿。那我送各位领导啊。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你们。当然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留步吧。那行，那我就不送了，慢走。谢主任。哎，小周，把这个卷宗去存档。好。把门关上啊。好。喂，怎么不接电话呢？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方便。指导组找我谈话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，刚才问我给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？郑亚萍他们也刚走，问的也是这事儿。你怎么说的？谢主任，你是怎么说的呀？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，好好配合指导组。完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一开始说的是你祝贺我订婚。啊？这怎么能对上了？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？你别着急，后来我给圆上了。我说，你让我别离开东平，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，这不就对上了？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，我确实没想到。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了我，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。这事儿现在关系大了。这样，指导组要是再问你，就说你记错了。我跟你聊订婚的事儿，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。谢主任，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，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，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，这样比较自然吧。不行，这趟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，你给我记住。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，那就算了；要是再问你，你就说你记错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做万海的工作，好好配合指导组，明白了吗？行吧。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送检的5份张文清笔迹鉴定的结果如下：检材3至检材5，运笔不流畅，笔画呆板，书写不流畅，有弯曲抖动现象。综上所述，得出鉴定意见。检材3、检材4、检材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。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
我已经认罪了。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？你很清楚。证据有问题，你的案子没有结束。郑主任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，认罪认罚，请求宽大处理。赵文静，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。第一次，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，可第2次，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。能告诉我们原因吗？张文静，如果你在看守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，请告诉我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。我以为我可以坚守是非黑白，恪守法律理想。经过这几个月，我确实是做错了，我确实做错了很多。我给万海出谋划策，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，逃避法律责任。我有罪，是我不赦。我就是黑社会，我就是黑社会。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，每一个合同，每一个字，都是我张文静签的。张文静，请你珍惜机会。乔振兴都死了，我只想活着。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？张主任，东平没有秘密，我认罪了。我已经认罪了，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，离开东平，滚出东平。我就是黑社会，以后别来了。自从我和你分别后，我就走进监狱里头。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。子言，问问世院邵小燕家的地址，我们得找到她。如果她也受到威胁，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，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。好的，主任。经理，钥匙拿到了。我就说今天过中秋就我一个人值班，肯定忙不过来。你看，这不就出事了？我觉得咱得好好查查监控，12层那扇肯定是人为破坏的，咱得看看到底是哪个孙子干的好事。哎，这故障灯怎么又亮了？这1号电梯怎么也出故障了？哎呦，今天真是邪了门了！哎，走，赶紧弄好，里边还有客人呢，时间长了该被投诉了。走，领导，你今天得给我加工资啊！加什么工资？我找谁加的？
徐叔，哎呀，是你呀！你怎么才下来呀？我担心呢。上面情况怎么样？我这儿没事啊。我在电梯口，我遇到先生了。听说他们把整个12层都包了下来。哦，而且我还发现先生的手下在电梯中控室的电脑上动了手脚，他们把一个程序代码植入进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不过我录了视频。对你跟上他，你跟上他，对，你往前冲，你冲，你别跟着我，大哥，你别跟我，你会不会玩？你往前打他你，对，你快点。哎，大哥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知不知道林志远没找到你都急哭了？我怎么劝都不行，刚回学校。赶紧给人回个电话啊，报个平安。啊，这样你先听我说，我这个事儿比较急。一会儿呢，我给你发一个程序代码，你找台电脑帮我研究一下这个代码有什么作用，知道吗？周文杰，你不会是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儿吧？我没有，你就当帮我个忙。啊，哦对了，这事千万别告诉林志远。行了，快走吧。消防通道检查了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异常？还没呢。现在就去，赶紧。这边。有人吗？厕所维修。有人吗？厕所维修。先生，酒店中枢网络已经连接好了，摄像头和电梯全都被我接管了权限。继续监视。好的。可以行动了。喂，代码里呢包含了2段指令，一段呢是针对电梯监控的，可以短时间内覆盖电梯的监控像。另一段呢反正就更奇怪了。怎么了？另一段呢是针对电梯运行的，可以让电梯停留在后台指定的这个层数，但是电梯里这个显示板的数字可以任意调节。周文杰，不是你这在搞什么呢？你别懂碟呀你！哎，我问你啊，我帮你查这个事儿，我不会这个牵连到我吧？啊，放心，你肯定安全。出了什么事儿，我顶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帮了你这么大忙，你说你这太现实了。顶上3层都被暗流给包下来了。顶层是宴会厅，下面2层的客房全部都开放给客人临时休息使用，所以我认为金库肯定不在这些地方。哎，这个13层怎么没有在这个结构图上标注出来？我看看安全数字。
10、11、12啊，这一层楼是酒店的新风系统和中央空调设备室。这个以前我们没有注意过呀，它会不会是金库所在地呢？先生人把电梯的程序给改了，我想他们针对的地方一定是电梯可以到达的楼层。不过也奇怪啊，我们上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在客厅里看到这个楼层的按钮啊。空调和新风系统都需要维修，维修的工人肯定可以上去，所以一定是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。货梯，地下停车场2层有个货梯，如果客梯到不了13层的话，那就只有那部货梯能到13层。你到大堂的时候，我偷偷的到了停车场的2层停车库，那正在装修，牌子上写着货梯禁用，而且还有人守着，应该是暗流的人。暗流的人啊，那就对了。暗流的人肯定是利用这些视觉差以及时间差，故意制造买家的误会。其实金库就在这个13层。买家从 B1 层的客梯进入拍卖会，买到物品后，应该是直接从客梯下到地下1层的停车场，蒙着眼之后坐车离开。暗流的人载着买家在外面兜圈子，绕差不多20分钟，之后直接返回酒店，进入装饰改造过的地下2层停车场。买家摘掉眼罩的时候，因为外部环境完全不同，再加上开车时间的错觉，买家会认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取货。从货梯到达13层，那里应该有工作人员接待，刷卡读取芯片里的信息，就可以拿到藏品。这是您的藏品。拿到东西后，客人会再次乘坐货梯回到地下2层，蒙上眼睛，由司机送其离开。先生一定是察觉到了暗流的布置，所以才返回酒店，开始为他们的盗窃计划做准备。可他们计划是什么呢？把整个金库楼底下整个1层的楼都包下来，就是在天花板上打个洞。嘿，这动静也太大了吧！我觉得，他们给电梯中控室输入的那些代码，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。徐叔，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锁着呢。你说他们不在房间里待着，跑货梯进来干什么？现在咱们看不见他们，也不知道那些人的计划。
来，用这个把窗户打开。小心啊！差不多了。来，徐叔。这人扒电梯干嘛呀？文杰，我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这楼道的外观好像变样了。先生要干什么？啊，偷个东西还要临时装修啊？徐叔，你快看！什么？把程序的使用方法发给你？好，庄文姐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管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你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兄弟，我还等着跟你一起喝毕业酒呢。罗队，文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给我发的短信是吗？时间紧急啊！我来不及跟您一一解释，您赶紧去联系警方大部队，派他们在酒店周围布口。楼上有一个假面舞会，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暗流的组织举行的非法拍卖会，他们出手的都是一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珍稀文物，其中就有洛神。买方哪儿的人都有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带着文物离开清场。好，这个情况我知道了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你不是缉私局的，你也不是警察，马上离开这里，听见了吗？先生也来参加拍卖会了。什么？先生他现在就在酒店里边，马上就要对洛神下手了。如果让他得手，以后再想找到他可就难了。文杰，你怎么知道先生在这儿？你怎么知道先生是谁？你跟我说说清楚。好，我现在先不问你，这个地方危险，你马上离开，你给我滚回京城。对不起，罗队，我必须要阻止先生。您赶紧联系警方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喂，罗姐，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就这个犯罪组织叫暗流，他们现在在清潭假日酒店把整个楼顶的3层全包下来了，他们在开一个地下的拍卖会，可能涉及非法文物，而且我们一直在找的先生可能也参与其中。最有意思是庄文杰也在，
所以你赶紧，马上协调一下，能不能派特警过来？再晚就来不及了，一定要快点！清潭假日酒店，知道了。文杰，二麦你带好了吧？以后我就用对讲机跟你联系了。天台的人你能搞定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这个先生啊，老谋深算的，还有手下的人帮他。咱们俩呢，只有2个人，还得见招拆招，这样下去风险太大了。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。许叔，你别劝我了，来之前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不管前方有什么危险，我都不会后退。12年过去了，洛神重新出现，记拍者的名字叫做姜太公，再加上之前那些故意警告我们的人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我父亲可能真的还活着。如果你父亲还活着的话，绝对不能同意你拿着生命去冒险的。我父亲之前为了我，一个人跟先生那帮人单打独斗。12年过去了，难道还要他独自面对这样的危险吗？我已经长大了。可是，许叔，之前您不也说过吗？洛神上面有我父亲留下来的秘密，先生想要的也不只是洛神。你父亲当时也跟我说过，这幅画上的秘密啊，确实意义重大，绝对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。你等等，如果警察知道你父亲还活着的话，那12年前的案子就会被翻出来，那他是什么处境啊？所以这幅画不能落到先生手里，也不能落到警察手里。所以，我必须亲手拿到这幅画。哎，开王部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潭湖景区有烟花表演，咱们这儿看得特别清楚。你通知一下咱们酒店的客人，感兴趣的可千万别错过了。先生，又有一个新的买家进入电梯，马上就拍洛神了。文姐，机房这边我已经搞定了。文姐，我看见有个买主进了电梯，手里拎个箱子，感觉很重啊。你看，左边是个幌子，右边对应的才是真正的拍品。手里拎个箱子，感觉很重啊。许叔，下一个该到洛神了。那抓紧时间啊！啊，快点儿！罗队，我已经通知我们大部队了，你别胡闹，他们马上就会过来。先生准备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盗窃计划，马上就要动手了。你确定？刚才已经拍到青铜小鼎了，下一个就是洛神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对这个计划还知道多少？
这金库和酒店的设备层在同一层，13楼，只有地下2层的货梯才能上去，而且参与拍卖会的会员无论进出都要戴着眼罩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想不到金库和拍卖会现场在同一个地方。先生就是要利用这个信息误差去盗取洛神。先生包下了这个12层，这个地点就在金库楼下，电梯的中控室也被人动了手脚，植入了一段控制升降的程序。我用手机偷录下了12层的布置，发现走廊已经被改装过，根本就不像是酒店的布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拍到了12层的楼层指示牌，上面的数字已经变成了13层。所以我猜测，先生要把12层伪装成13层金库的样子，制造一个假的交易现场。电梯代码是为了制造信息误差，购买洛神的买家进入电梯，他以为自己到达了13层金库那里，实际上是到了先生布置好的12层。先生您好。照你这么推断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先生是把洛神的买家引到了12层这个假的交易地点啊？那真话还在13层啊？这中间缺一个环节的。没错，这先生他们都戴着眼罩，看不清对方，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人去顶替他买家的身份。怎么顶替？怎么上去啊？天台。我仔细看过酒店的平面结构图了，货梯从地下2层停车场一直连通到顶层，也只有这个货梯才能通往天台，别的途径根本上不去。先生的手下肯定也会在电梯和电梯井里做好手脚，之后顺着电梯井爬到天台。只要买家进入地下车库，他就可以下降至13层提前等待。到时候他和12层的同伙配合，拿到房卡就能够代替买家身份取货。拿完货之后，电梯从上至下，只要在12楼做一个小停顿，让真正的买家再进去。到时候买家拿着假话，还以为自己完成了一次真交易。等他回到地下停车场之后，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。这得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有多强的人才能干这样的事儿？一般的小毛贼谁干呢？是，但是您别忘了，之前的廖德同的金库，还有投月神之类的事情，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。操纵这一切的就是背后的先生，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盗窃计划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。所以罗队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得赶紧去阻止他们。罗队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32号550万，600万，1000万，1200万，7号1200万，志在必得的买家可不能再犹豫了。罗队，您不能再犹豫了。我之前听说偷洛神的时候，我父亲也向你们警方通知了要偷洛神的事情，但是等警方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洛神早就被偷了。现在情况跟当年一样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洛神再一次被盗吗？我们尽力了。老方，方队，方队。本台最新消息：名画洛神于今日下午5点在茶园金库失窃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没完全想好。现在不管是去12层还是13层，都是打草惊蛇。
而且时间也非常紧。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好，2200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还有吗？2600万，2600万，还有加的吗？有吗？2600万一次，2600万两次，2600万三次。庄文杰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你把我带上去之后就马上离开，不要再参与了，这是我们警察的事儿。我知道，陆队。先生，请。怎么爬到天台？得多长时间呢？我们从21层爬到天台，必须穿过这3层通风管道。赶紧爬吧！好累。我们爬了多远了？刚到22层了。这不行，太慢了，肯定赶不上了。我记得楼梯外边挂了一根悬挂绳，应该可以到天台。你早说呀！赶紧找出口出去。啊！怎么了？一点警惕性都没有。这下面全是暗流的保安，多危险呢！那怎么办？血真点儿。前肢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赶紧拿上来看看吧。你手机完蛋了，地毯。哎呀，地毯不重要，手机掉下去了，咱们怎么看？你想啊，手机都掉下去，不也没什么事吗？
说明就是安全的。走。干什么呢？我说完的了吗？什么地毯呢？这是。好了，这个环节太危险，你就不要参与了。还有20分钟，大部队就能到了。这次我们肯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趁着没人，赶紧坐客梯下去，咱们俩搭档会合。哎，你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我受过训练，专业。咱们俩搭档去。好。我去！哎。要不算了吧，咱们走防火通道。打赢了，没事，走。打赢了。慢点。文杰，文杰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徐叔，我在22层呢。坏了，暗流的人进电梯了，到的是你那一层，你赶紧躲起来啊！快点儿！这边请。这是您的房间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文杰，怎么样啊？出问题了，我在23层的窗外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没进货梯？刚才为了躲暗流的人，被锁在窗外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想办法赶紧离开那儿。外面的窗户全都关着，我没办法从别的层进货梯。22层就站着暗流的人，我要是下楼，肯定会被发现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还有个突发情况，我碰到罗队了，他现在正往天台上走呢。罗队长，他怎么在那儿啊？这个回头再跟您解释。徐叔，既然罗队在这儿，这件事儿让警方来处理吧。行吗？啊，也好。只是
罗队长要是拿到了洛神12年前的案子再被翻出来，你爸的处境就危险了。徐叔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往回开，没带他取货了。走近点，俺往回走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1号已就位，2号准备完毕， 3号准备完毕。